充满幻想，总有一束光，在遥远星空飞翔，好像翅膀，有力量在我的心中成长。站在山顶上，想飞向那个地方，能扶摇直上，在浩瀚宇宙，好想插上翅膀，能飞向那个有你的地方。Honey， 趁我们都还年轻，穿越1万光年的距离，与你相聚，爱上你是我的命，爱上你快如流星，绝不放弃。Honey， 趁我们都还年轻，能看清生命中的陷阱，与梦同行，在一起勇敢破冰，登上最高的山顶。我错了。哎，舒然，我那不是着急吗？你先放点面子，让人看到我颜面何存啊？哎，你们看，班主的石总又在打青花俏了。你看，让你注意点影响。我一个黄花大闺男，我可是要结婚生孩子的。我的清白呢？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？请你原谅我，没有下次了。石总等等，正好你们俩在这儿。今天下午公司篮球赛，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能少。咱们2个组得好好的赛一场，赢的队儿还有奖金呢。又到了公司运动会的时候了。我们组要拿大满贯，就从篮球赛开始。我又不去了。哎，不行，打球去。比赛完了，把风暴焕然一新，好的不好的就都过去了。真不去了啊？去吧，把痛快跟不痛快都当成汗水洗掉，不就都没了？我工作没做完呢。舒晨，咱们2兄弟都多久没打球了？自从那个惹祸精来了，搅和咱俩感情。啊，对，我去啊！这再说下去，谁的清白都没了。还是石总厉害，没有石总搞不定的樊总。磕死我了！周琦，哎，谢谢。今天这风头可让你出大了，连我们樊总都敢赢啊！赢了就是赢了，球场上一视同仁嘛。这样，兄弟们，待会儿咱们撤，我请大伙吃饭，行吗？请吃饭那是肯定的，但是你必须得请吃顿大的，让他把奖金都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撤，咱先洗澡去，行吗？咱先洗澡去。走。哎，石总，郑琦呢？你可别让他跑了，他还得请我们吃饭呢。不能够，我们组的人没有那么小气啊！你等着，我一个他能把你给吃趴下。郑琦，洗好了啊，洗好了。哎呀，选好地儿了吗？我饿了。好了，走啊！哎。
大家辛苦了啊！今天全部放假，回去睡觉，明天精神抖擞来上班。那接下去的事儿，没事儿，有我呢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谢谢主编。谢谢主编。那个，主编我来上班啦？招待大学生招待的不错吧？张记者写稿也写的不错。啊。以后啊，写稿的事儿就不劳烦您了，您就只负责吃喝玩乐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去吧啊！不是我，不用说了，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说一不二。我要是连这点决断力都没有，那这么多年的饭算是白吃。我再要一个这个木瓜炖雪蛤。哎，你们还有没有人要点的？哎，我要，正旗请客对吧？不要白不要啊！那个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啊，吃的都挺好，咱们可以撤了啊。怎么着啊？这老婆大人管得严啊！哎，说起来，齐哥你真是好福气啊！你是怎么找到那么大个美人的？是啊，正熙，没看出来啊，有点本事啊。可以，谢谢。不行，我越想越觉得亏得慌。咱们怎么着得一人再来一份甜点，你 OK 吧？好，这个可以。差不多得了，没那么多钱了，就500块钱奖金。你可别闹了。行了，咱们还老规矩 A 吧。啊，你们女生就甭掏了，咱们几个男的掏了吧。好，这个太专业了啊！你看，说好了让正旗请客的，人这是科学的方法。就这样啊。哎，要不咱们不吃了吧？樊总都还在忙，我们怎么好意思继续吃呢？就是，还不赶紧在老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，加班去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这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。那咱们一块敬樊总一杯吧。谢谢樊总，谢谢樊总请客。谢谢樊总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以后啊，继续努力啊。鸿门宴，我告诉你不白吃，就哄着我们加班呗。够狡猾的，樊总。走吧。欢迎下次光临，请慢走。吃饱了吗？樊总，哎，刚刚真的谢谢你了。小事儿，别放在心上。一直以来你也辛苦了，好好干，来年让水总给你提绩效加工资。樊总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大方的人，不仅大方，而且人还好，买单的时候总是冲在第一个，而且给不愿意花钱的人留面子。所以我当了总监，你们还是普通员工。樊总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您知道石总和骆宗良走得挺近吗？我这有他们照片。郑杰啊，这不能说明什么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樊总，我不想说我的老领导，我跟石总都那么多年了，但是这事儿发生了，咱心里最起码有点数，不是？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，您说是吧？是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公司好。先抛开我和史维聪这层关系不说，他这人虽然平时脾气差了点，但对你们绝没二话。今天的对话会对他不利，所以，走，樊总，我等会儿就把这照片删了。谢谢你，郑姐，谢谢你信任我。你放心，如果今后有谁对公司不利，我一定第一时间把这个人揪出来。但是史维聪，我可以用我的身家性命担保，他一定不会这么做。樊总，
石总能有你这个朋友，真幸运。郑奇找你干嘛呀？怎么我一来他还走了？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你能不能不蹭我车呀？我爸又把我车开走了。芒果干呢？你电话。谁呀？刘宗良找你。啊？哎，骆总。啊，我最近特别忙。行，下次再约。这刘宗良就是闲了我。哎呀，你说都这么多年了，他怎么还对你念念不忘？子聪，你还记得当年咱们进飞离，还尊称他一声骆总的时候吗？怎么不记得啊？他那个时候啊，也是雄心壮志，说要带着飞离当业内第一。结果呢？他以前就算再贪婪，也绝对不会跟博曼同流合污。骆宗良这人啊，也算堕落到底。算了，不提他了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他这个人心眼就针尖这么点大，我觉得他指不定已经在鼓捣什么复仇计划了，你小心点啊。当我樊崇臣的敌人那么容易啊？哎呦，骆宗良这老狐狸，你知道他怎么把 SPA 馆案子抢走的吗？他竟然出通稿让明星去体验，怪不得 SPA 馆老板翻脸跟翻书一样的。很厉害呀，用明星代销售还不用花1分钱，不错。你这二傻子还给敌人助威呢，他抢的可是我本来要做的案子。争夺胜利本身就是强者的游戏，像博曼那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咱们真刀真枪拼怕什么？说得好，下次我也要做出一个让博曼瞠目结舌的案子来。你呀，先做出一个别让别人给你擦屁股的案子。嘿，瞧不起兄弟是不是？你等着啊，这次良品铺子我保证做出来一个让你们所有人都拍案叫绝的案子。加油啊！你要请1个星期的假？你知不知道，像我这样做到主编这个位置，说是1年有7天的假，那我也不敢连续请1个星期的假啊。但是我妈确实住院了，我不去照顾她，谁照顾她呢？公司不能这么不通人情吧？这样，你把你妈妈的住院报告拿来，我到人事部去帮你想想办法，行吧？医院不让带病历出来。那你可以去复印，住院部专门都有这个窗口的。记得盖章啊，没有公章公司不认的。小屁孩，胎毛还没退全，在这给我编瞎话。真的说的太逗了，知道吗？别笑了。我作为一个新人，当然想出采访了。我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，有错吗？又不准我写稿子，又不准我请假，其他人今天一整天都不在，全是我做的，凭什么？你们还笑？这次去土耳其我就去不成了。哎呀，那就下次呗。是呀，谁让你们老板那么不讲人情呢？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我就想着，他既然都说1不2了，稿子的事情我认栽，是我得意过头，可是别人能请假，凭什么我不可以？没想到他是双标狗，这就不是公事公办了，他摆明针对我。哎，你老板是不是看上你了？连1星期都舍不得让你走。就是啊，别吓我。长得帅是我的错吗？咦，不让我痛快，他也别想好过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死了。死了？我昨儿看还好好的。唉，草有旦夕祸福，您就为他们默哀吧。新的
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么漂亮的花，哪来的？我买的，送给姐姐们。之前不懂事儿，还请多多原谅，以后请多多帮助呢。嘴真甜。小屁孩，最应该送的人送了吗？放心吧，早就准备好了。郭小亮，你进来一下。你把这个放这儿干嘛？花，你盆栽死了，我准备些花来布置。花比盆栽大太多，放在原来位置不合适，我还没想好放哪儿。我就先搁这里了。我对香水百合过敏，你把百合放这，你想害死我？姐姐，我刚来，我真不知道。拿走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吴总哥，快起来！良品市场部的艾伦来了，马上上来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么快啊，快点！这个是陈总的，他带他女朋友去了2张；这个是王总的，他老婆出国了，他带他女儿去也是2张。这是艾伦的，里头有3张。你怎么来？你看你也不说一声，弄杯咖啡去。哎，坐坐坐。上次啊，你托我买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票真特难买，我这走关系才买到3张，带你爸妈去看啊。哎呦，谢谢了啊，我这就把钱转给你。客气了。还有啊，横向纵向的视频我都看了，保证给你们一个完美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你们那个案子做的怎么样了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需要啊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啊！郑姐，电脑拿过来。你都不知道，你们产品在我们公司可受欢迎了。请进。唐总，看到我们出的最新一轮曝光量数据分析了吧？啊，势头很好啊，快坐吧。这次啊，多亏了博曼，不愧是国内啊最顶级的公关公司了。之后的事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对接。我分内的事情一定会做好的。博曼给我打好招呼了，之后要是有记者采访的话，关于菲林横插一脚，想从博曼的手里抢走我们这次案子的事情，你可要直说啊。唐总，菲林什么时候要从博曼手里抢案子了？那件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，是我看不上博曼，是我想让菲林来参。我们都知道你跟菲林的关系很近，但是博曼才是我们的盟友。今天崔 C 是免费为我们造势，这种求都求不来。博曼只给我们提出来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啊，作为盟友，我们必须满足。又没让你添油加醋，就是让你实话实说嘛。那我就实话实说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唐总，我们怎么能为了这么一点点利益，就让菲林去背这个黑锅呢？你为了你的朋友可以挤走博曼，就不准别人反过来挤走你的朋友吗？当然没有，唐总，我这……
我真的不是你说的这种。如果你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行为，是以公司为重，那你可以证明给我看吗？安排好记者的访问，让伯曼满意，让我满意。这里是工作场合，别总惦记着那些亲疏关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季经理，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。这就是那个女明星经常来的 SPA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会所目前没有任何的团购活动。对，我十分理解歌迷会对 Tracy 的支持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您先给我一个联系方式，我们内部讨论之后，看能不能为你们定制服务，然后我再回复您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没让你们说呢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你把人马分成3路，让客人分流。然后你先派年轻一波的员工去对付这帮学生党，他们消费力不够，肯定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价格，他们一定是散得最早的。你再派最老一波的员工去对付这些慕名而来的歌迷，别让他们都堵在这儿，给他们单独开一间房间，然后剩下的员工就跟我一起接待这些熟客。好，姚总。姚总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们刚刚做完了一轮推广活动。您今天来是想来放松一会儿，还是要做理疗项目？怎么办？有个学生非要闯到 Tracy 用过的房间，惊吓到你们的客人了。姚总，我还是改天再来吧。姚总。雪莉。关总。很忙吧？您刚才也看到了。这次多亏了伯曼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但愿吧。你看你消极的态度，你呀就是对伯曼有成见，这可不行。这可奇了，刚才唐总也说我，您现在为了伯曼也来说我，怎么？伯曼现在又有什么新的指教？雪莉，不是我说你，当初你对伯曼的态度确实有点太刻薄了。幸亏人家魏特助大人有大量，你说你这么做，我们以后还怎么亲密合作？要不这样，你去伯曼给魏特助赔个礼，道个歉，要不然公关这边也不好做。笑话！你不把这件事摆平，不让人出这口气，我们合作起来很尴尬。再说，你认为你朋友那边能好过吗？你要不是把人得罪这么狠，你认为他们会这样不依不饶的吗？自己考虑考虑。怎么那么晚？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推广活动是好还是不好了。我们会所现在热度是很高，但成交量根本就没有明显的提升，我总觉得有点得不偿失，白忙一场。
你有跟舒晨他们说吗？没有啊，干嘛跟他说啊？我既然决定了，自己扛就好了。这么逊，说出去了多丢人啊！你呀你，就是死鸭子嘴硬。你要是累的话，就不要做了，就跟他们说老娘不干了，这才是你。又不是3岁的小孩，我喝西北风去啊？还是你养我啊？我养啊，又不是养不起。您请我来，就是为了看冰球啊？没错。你这么说话的话，就对我芥蒂很深啊。咱们也是同行，出来看个球，小聚一下也没什么的。哼，骆总啊，您可不是一般人。这话要别人说，我一定笑着往下接；可您说，我这得翻过来倒过去想好几遍。哼。没错，你爱看冰球吗？没您高雅，我只喜欢打游戏。冰球很有意思，它虽然讲究球员的个人技术，但是决胜点却在于整个团队战略配合的完成度。一个人再厉害，没有优秀的团队配合，最后还是会输的。想当年我们在菲林也是配合无间啊。可能你现在翅膀硬了，不记得了吧？要是我只记得当初刚进菲林的时候就好了。可惜我同样记得您后来在菲林做了什么。您说的这套团队理论我十分赞同，所以我一定会留在菲林，和舒晨组建一个最好的团队。那你注定要被樊书成压着。一个团队只会有一个领导人，樊书成在菲林独大，你应该考虑一下出来寻找新的出路。难道一辈子对他俯首称臣吗？那就是我跟舒晨的事儿了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没错，真的不考虑一下来博满帮我们？承诺总厚爱，不过我这个人能力比较平庸，留在菲林公关混混还行，要真去了你们博曼，一定跟不上你们的节奏，所以还是让我继续留在菲林祸害他们吧。哎呀，看来我是被拒绝了。哎，是我有自知之明。好，那我也不强求了。我的名片你先收着。博曼。你要改变主意了呢，随时过来找我。这个邮箱我还在用。这邮箱是当初你进菲林注册的？用习惯了，有些人事还是老的用的顺手。这是适合初中生用的吧？对，如果需要送人的话，可以帮您包装。行，就它了，给我包装好看点啊。好。骆总，您找我就这事儿？这么谨慎，不会是怕我吧？怕？哼，我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。樊总，你不是博曼的 A 的。我有2句话，我想你应该非常感兴趣。第一，菲林有博曼的人；第二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你可能不知道，
你最好的朋友史维聪和骆宗良的关系十分密切，我不止一次见他们两个在一起。你看，如果我把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于总的话，他会相信吗？惠达的项目呢，我都全程参与了。就在惠达鞋业投标的那天晚上，我正好在公司加班，而当时第一版的标书已经做好了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标书上写的是730万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差不多10点左右，我们老板接了个电话后，标书的价格就变了。想必这个电话是您看着石总打过去的吧？后来我们都猜测这是你给副总下的一个套，直到我最近才发现，我们的标书不止改了1次，副总在11点多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，而最后的数字是副总亲自改的635万。我知道你们到现在一直都觉得是林子瑜那个小姑娘，可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绝对不是她。副总在菲林的爪牙肯定早就已经布置好了，林子瑜呢，只不过是骆总带过去的炮灰而已。现在副总让他填坑，无非就是想保全自己的人罢了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？你说的这些，对伯曼百害无一利，难道对菲林就百利无一害吗？我明白，但是到这个时候了，我也没有必要说假话。在我眼里，副总绝对不是骆总的对手。就他那些小伎俩，连我都看不上。我这种人呢，要跟就跟一个能力强的领导，修炼2年，跳跳槽，说不定哪天还能跟你们平起平坐呢。现在副总既需要骆总，又要制衡他，那反过来，骆总当然要打压副总身边的人了，而我首当其冲，眼看就要牺牲了。这个时候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我帮你对付副总的爪牙，你向骆宗良投诚。樊总，你可真是个聪明人。我敢于冒这个险，赌的就是自己的前途。我压好我的砝码，其余的呢，就看我自己的个人能力了。那我为什么要帮骆宗良得到你这么有能力的助手呢？相信我啊，樊总，您宁可他身边有我这样的人，都不想要像魏红那样的人。你一定情愿明刀明枪的跟我们一决雌雄，也不愿意跟他那种烂人在泥地里拼个你死我活吧？这么相信我的人品啊？不怕我转身就把你给卖了？有句话你应该听说过：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像您这样的君子，就是我敢押上我前途最大的砝码。您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想不到，石总现在可是在玩火呀。我100%相信石伟聪。那你最好看看这个。哥，你跟樊书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坏。虽然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不长，可是我从他对工作的态度上，我就觉得他还挺坦荡的。如果你们两个把事情说开，是不是就好了呀？说开，子越，这个世界上不是除了黑就是白的。那天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说开的可能吗？
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我是为了你才去菲林的。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想让我去菲林，可我特别一意孤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想你回来，我想一家人团圆，我不想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在北京。我没有钱去澳大利亚看你，所以我看到菲林招聘我就去了。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且我万一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这样我就能为你平反了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就算我发现不了，但至少我可以在我哥待在过的地方，这样我就觉得你就在我身边，我就不是一个人了。歪了啊，哥。你原来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菲林？不然你干嘛这么过不去，非要死磕呀？虽然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一定觉得你是被冤枉的，而且会站在你这边。可结果是我去菲林了，我觉得菲林没有那么坏，而且樊书晨那个人，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他全都写在脸上。我觉得他也不算是坏人，所以为什么呢？哥，如果有什么苦衷，你就说出来呀。子月，这么说你很喜欢菲林喽？菲林是第一个让我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，而且在这我知道我自己能干嘛了，所以我特别感激他。我感谢他给我机会，我感谢他培养我。可是我再喜欢也没什么用，樊书晨他就觉得我肯定是要来祸害菲林的，以他那种人的性格，肯定是容不下我。这个你放心，正因为是樊书晨，所以你想回去，就一定可以回去的。喂，怎么了？你先别哭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嫣然，怎么了？已经39.5度了，都怪我把他自己一个人放在房间里。刚才我工作完出来，看他全身都红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去大马路上拦车，现在去医院肯定来得及啊。没事吧？我朋友的孩子发高烧了，39.5度，孩子还很小。我知道你平时看我不太顺眼，但我下车。嫣然，宝宝，乖。已经稳定了，烧也已经退下来了。没事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医生说小孩子发高烧如果耽误了，容易发展成脑膜炎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我还没谢谢他呢。累坏了吧？萌萌他怎么样了？萌萌睡着了，那就好。刚刚那个人就是樊书晨。他就是樊书晨。可是看着，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以前陷害过你哥呀。他这人看着挺正直的。嫣然，
你先回去照看萌萌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们到现在一直都觉得是林子瑜那个小姑娘，可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绝对不是她。有人开怀，有人发呆，有人不自在，有人无奈，有人悲哀，有人要离开，有人徘徊，有人摇摆，有人怕失败，有人等待，有人澎湃，有人飞起来。把今天写在我的人生履历上，等明天的光芒万丈，隐约浮现在阅览纸上。为我的人生和谁都不一样，我要通过我的努力，可以追风逐浪。别告诉我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什么手可以决胜千里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。别怀疑我的明天，我的路会通向哪里？决定出发的那一刻，我只需相信我自己。我的心